佛堂撞破夫君与白月光私会，转头就被流寇砍死。我守了30年活寡，竟成天下最大笑话。一睁眼重回赐婚大殿，皇上还在说赐你与萧清燕成婚。萧清燕眼神粘着苏雨嫣，等着我先。我冷笑站起，这亲我不结。满殿哗然时，角落里把玩酒壶的裴兆也抬眼看来，眼底亮得惊人。这一世渣男贱女欠我的加倍奉还。裴兆也，换我来追你！我跪在佛像前，指腹反复玛萨念珠。30年风霜磨出的薄茧蹭过木珠纹路，佛堂香烟呛得喉咙发紧。眼角余光瞥见寺庙主持与女子并肩站在长明灯前，男子指尖附在女子手背，一同拨亮灯芯，动作亲昵，手中念珠丝线崩得断裂，木珠滚落青砖，弹跳声刺耳。主持转头，竟是我踏遍千山万水为之超度的夫君萧清燕。她僧袍加身，眉眼没了少年义气，先闪过一丝错愕，随即满是厌恶。身旁女子跪倒，是苏雨嫣，她紧抓我裙角，指节泛白，肩膀颤抖。当年萧清燕亡故后，苏雨嫣投奔亲王府，我待她不薄，如今她却颠倒黑白，正要质问，手腕被萧清燕攥住，力道几乎捏碎骨头。她猛地甩开我，我踉跄后退，撞在供桌角，钝痛蔓延脊椎，喉头涌上心田。苏雨嫣在她身后，嘴角勾起得意，又迅速低下头装怯懦。庙门哐当被撞开，冷风裹着尘土进来，吹灭大半烛火。一身戎装的裴兆也闯进来，铠甲沾着泥土和血迹，大步冲到我身边，拉起我的手就往后门冲。黑色马车已等候，车夫挥着马鞭，可凶悍流寇冲破士兵阻拦，举刀砍来。裴兆也转身迎上，长剑劈开流寇刀锋，火星四溅，却被身后流寇偷袭，后背鲜血染红铠甲。他闷哼一声，用剑撑地，咬牙催我快走。混乱中，萧清燕护着苏雨嫣冲出，路过时一把将我推开，我摔在地上，手肘磨破渗血。抬头见萧清燕将苏雨嫣搂进马车，车帘落下前瞥我一眼，便厉声吩咐车夫驾车。马车绝尘而去，流寇长刀朝我砍来。闭眼瞬间，心中只剩一念：萧清燕，若有来生，绝不嫁你。剧痛传来，意识沉沦前，耳边是裴兆也的嘶吼。再次睁眼，我跪在皇宫大殿，穿淡粉色桃花裙，乌发插着羊脂玉簪。皇上声音传来，要赐婚我与萧清燕。指尖掐了掐掌心，痛感清晰，我重生了。曹公公低声催促谢恩，我挺直脊背，声音清亮，说要另嫁他人。大殿瞬间安静，皇上皱眉质问，我垂眸回应，萧世子心中早有心爱之人，不愿勉强无情义的婚姻。皇上沉吟片刻，应允，传旨今夜设夜宴，召京中侍林公子亲自为我择婿。夜幕降临，宴会厅灯火通明，8位世家公子端坐两侧。萧清燕穿宝蓝色锦袍，眉宇带傲，正与身旁的裴兆也低声交谈。裴兆也一身月白色长衫，把玩着白玉酒壶，神色漫不经心。皇上逐一介绍公子，林家林江淮起身拱手，陈家陈望金展开折扇颔首，最后指向萧清燕，称其身份尊贵。我顺着目光看去，萧清燕冷冷瞪我，下一秒转头为身旁的苏雨嫣加点心，动作温柔。皇上问我心中人选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目光坚定落在裴兆也身上。皇上压低声音劝阻，说裴兆也游手好闲，非良配。我语气坚定，说心意已决，非裴公子不嫁。下方公子炸开锅，议论纷纷，嘲笑裴兆也不配。裴兆也仰头饮尽杯中酒，眼底掠过一丝落寞。萧清燕攥紧拳头，脸色阴沉。皇上正要公布人选，我上前打断，恳请大婚之日再公布人选。皇上应允，定下7日后主婚。皇上走后，萧清燕站起身，牵起苏雨嫣护在身后，语气决绝，说绝不会娶我。我淡然回应，7日之后，皇上做主，婚约不得违逆。萧清燕逼近上前，咬牙质问。苏雨嫣突然上前抓住我的手，指甲狠狠掐进胳膊，哭着控诉我逼婚。我用力挣脱，一道剑光闪过，裴兆也持剑站在萧清燕身后，剑尖紧贴她脖颈，冷声让苏雨嫣放手。萧清燕被气势震慑，松开手。裴兆也收剑，扔在桌上，发出哐当声，拍了拍手上灰尘，调侃萧清燕误伤功臣之女，失掉脑袋的罪。他瞥了眼我红肿的手腕，转身欲走。我鼓起勇气，请他送我回国公府。裴兆也挑眉应允，牵过一匹黑马，与我并肩前行。快到国公府，裴兆也停下脚步，认真询问我是否当真选他。我点头，说他正直重义，值得托付。裴兆也眼中绽开笑意，说7日之后定要风风光光娶我过门，绝不让我受半点委屈。我脸颊发烫，低头说了声谢，快步走进国公府大门。回到府中，我吩咐芝兰，明日一早去成衣店取父亲生前为我定做的喜服。芝兰惊喜不已，连忙应声去准备。第2日，我与芝兰来到锦绣阁，刚进门就看见萧清燕与苏雨嫣。苏雨嫣正拿着那套百鸟朝凤喜服在身上比划，时不时对着镜子照一照，语气娇嗲询问萧清燕。萧清燕站在一旁，点头宠溺回应。我快步上前，说这是我的喜服。苏雨嫣惊讶转头，下意识将喜服抱在怀里，谎称是她先看中。我让芝兰拿出预定票据，递到苏雨嫣面前。苏雨嫣看着票据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她转头看向萧清燕，眼中满是委屈恳求。萧清燕皱起眉头，看向我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，让我把喜服让给苏雨嫣。芝兰气得浑身发抖，大声反驳，说这是国公爷遗物，不能让给不知廉耻的女人。萧清燕突然抬手，一巴掌狠狠打在芝兰脸上，芝兰踉跄后退，捂着脸落泪。我怒从中来，上前一步，反手就给了萧清燕一巴掌。清脆的巴掌声响彻成衣店，
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萧青燕捂着脸，眼中满是震惊愤怒，周围路人围拢过来，指指点点议论。萧青燕恼羞成怒，对着身后侍从厉声吩咐，把喜服拿去烧了。我惊怒交加，想要上前阻拦，却被萧青燕死死抓住胳膊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骨头。侍从拿起喜服，走到殿外空地上，扔进早已准备好的火盆，火苗瞬间窜起，吞噬着精美的喜服，金线凤凰慢慢化为灰烬。我拼命挣扎，却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的心血被毁。萧青燕松开我的手，力道之大让我踉跄后退。她转身带着苏雨嫣大步离开。苏雨嫣回头看我，眼中满是得意嘲讽。回到国公府，我泣不成声。芝兰红着眼眶安慰我，提议去老夫人那里借旧喜服。我点头应允，擦干眼泪，刚平复心绪，一名士兵慌慌张张跑进来，高声喊道：“萧世子带人闯进府中，绑了老夫人，正在前厅要找我兴师问罪。”我心中一惊，猛地站起身，快步冲出房间，朝着前厅跑去。来到庭院，6名手持长剑的士兵将庭院围起，戒备森严。母亲被萧青燕压跪在中央，双手被粗糙的绳子绑着，头发散乱，脸上满是惊恐泪水，手腕被勒得发红。母亲看到我，急忙呼喊我的名字，声音颤抖绝望。我怒视萧青燕，质问她想干什么。萧青燕面色阴鸷，语气带着浓浓的质问愤怒，说苏雨嫣被我带走后3日无音讯，让我快把人交出来，否则要我和国公府陪葬。我急忙解释说根本没见过苏雨嫣，这些天一直待在府中。萧青燕从怀中拿出一封信，狠狠扔到我面前。我弯腰捡起，上面字迹像苏雨嫣，却不是我所写。我将信扔回给她，说这是圈套，让她放了母亲。萧青燕冷笑，说我没资格让她相信，指责我为了嫁她不择手段。她从士兵手中夺过一把弓箭，拉弓搭箭，将箭头对准母亲，眼神狠厉，说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不交人就射死母亲。我急忙哭喊，让他有事先冲我来，不要伤害母亲。母亲摇着头，让我别管他，快把苏小姐交出来。我哭着说真的没见过苏雨嫣，是她冤枉我。萧青燕见我不肯承认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松开拉弓的手，箭矢带着凌厉风声朝着母亲飞去。我撕心裂肺哭喊，想要冲上前挡住，却被身旁士兵死死拦住，胳膊被抓得生疼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支暗器从门外飞来，精准击中箭矢，将其弹开，箭矢改变方向，深深没入旁边门柱，箭尾微微颤动。所有人都惊讶看向门口，曹公公带着一队皇宫侍卫走进来，神色严肃，苏雨嫣也跟在身后，脸上带着尴尬不安，眼神躲闪。曹公公高声喝止，声音威严。萧青燕看到苏雨嫣，眼中满是惊讶狂喜，连忙询问她的去向。苏雨嫣低着头，支支吾吾说只是出去散散心，没告诉任何人，造成误会。曹公公冷哼，指责萧青燕为了误会污蔑我，私闯国公府，以诰命夫人性命相要挟。曹公公继续说，皇上听闻我受了委屈，大为光火，将此事全权交给我处置，想怎么处置萧世子都可以。我走到母亲身边，小心翼翼解开她身上的绳子，扶着她站起来。母亲紧紧抓着我的手，身体还在微微颤抖。我转头看向萧青燕，说世子犯罪与庶民同罪，按大庸律法，他擅闯国公府，私闯民宅，以诰命夫人性命相要挟，按律当师以30鞭刑，以儆效尤。萧青燕愣了一下，随即点头应允，语气带着不甘，跪了下来准备接受鞭刑。苏雨嫣见状，急忙冲上前，挡在萧青燕身前，张开双臂，说这都是他的错，要打就打他，他愿意替萧青燕受罚。我强压怒火，让他让开，说这是萧青燕应得的惩罚。苏雨嫣不肯，紧紧抱着萧青燕，泪水直流。萧青燕惊讶看着他，眼中满是感动心疼，让他快走。苏雨嫣坚定摇头，说要陪着他，绝不让他一个人承担。我看着他们旁若无人的模样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拿起旁边侍卫手中的鞭子，狠狠甩了出去。鞭子重重落在苏雨嫣背上，苏雨嫣惨叫一声，身体一软，倒在萧青燕怀中，脸色瞬间苍白。萧青燕心疼抱住她，怒视着我，说我对她有怨，冲她来，不该对苏雨嫣下手。苏雨嫣躺在她怀中，虚弱喘着气，却还强撑着说不怪我，是她自愿剃发。萧青燕更加心疼，抱起苏雨嫣，眼神阴鸷看我一眼，咬牙切齿说此事不会就这么算了，转身就要离开。我冷声喊住她，说鞭刑还没受完，想走哪里去。萧青燕脚步一顿，回头冷冷说苏雨嫣伤势严重，要立刻带她找太医，剩下的鞭子改日自会来受。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回到母亲房间，我为她倒了一杯热茶。母亲抚摸着我的头发，说不怪我，都怪萧青燕太过分，让我别担心，有皇上做主，她不敢再轻易欺负我。我点头，心中却依旧不安。萧青燕向来不会轻易认输。果然没过多久，芝兰慌慌张张跑进来，说有2个陌生壮汉闯进府中，把老夫人带走了，让我一个人去亲王府赎人，不准带其他人，否则就对老夫人不客气。我来不及多想，冲出房间，朝着亲王府方向跑去。刚跑出国公府大门，就看到一辆黑色马车停在路边，2个身材高大、面露凶光的壮汉正押着母亲往马车上走。母亲挣扎着，却被死死按住胳膊。我高声呼喊，让他们放开母亲。壮汉看到我，露出凶狠表情，说只是奉命行事，让我乖乖跟他们走，自然会放了老夫人。若是敢耍花样，就别怪他们不客气。我看着母亲担忧的眼神，心中犹豫片刻，为了母亲安全，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，说跟他们走。
但要他们保证母亲的安全，现在就放母亲回去。壮汉点头应允，示意另一名壮汉放开母亲。母亲跑到我身边，拉着我的手，让我别跟他们走，说萧清燕是畜生，不会放过我。我紧紧握着母亲的手，说放心，萧清燕想要的是我，只要我跟他们走，她就不会伤害母亲，让母亲先回府，等我安全了就会想办法救她出去。我转身对壮汉说可以走了，壮汉点头，对母亲说可以走了，不会为难她。母亲看着我，眼中满是不舍担忧，泪水直流，却还是转身离开，一步三回头。我被他们押上马车，朝着亲王府驶去。车厢里一片漆黑，弥漫着淡淡的霉味。马车行驶半个时辰，停在亲王府门口。我被押下马车，带进亲王府的卧房。卧房布置奢华，雕梁画栋，金银玉器随处可见。桌上摆着一桌精致饭菜。萧清燕从门外走进来，穿一身紫色锦袍，腰间系着价值连城的玉佩，手中拿着折扇，脸上带着得意笑容，说欢迎我来到亲王府，问我喜欢这里吗？说这里以后也会是我的家。我怒视着他，质问他把我和母亲抓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，让他快放了母亲，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他。萧清燕走到我面前，伸出手想要抚摸我的脸颊，我急忙后退一步避开。他脸上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恢复常态，说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好。裴照也是纨绔子弟，不学无术，根本配不上我，只有他能给我幸福和荣华富贵。我冷笑说他所谓的幸福就是把我和母亲软禁在这里，用母亲的性命要挟我，指责他太自私，心中只有他自己和苏雨嫣，他所谓的幸福我不稀罕。萧清燕摇着头说只是不想看到我被裴照也欺骗后悔，让我嫁给他，保证会对我好，亲王府世子夫人之位永远是我的，会给我想要的一切，让我成为全上京最幸福的女人。我坚定拒绝，说已经选择了裴照也，7日之后就会嫁给他，让他死了这条心，无论他怎么做，我都不会嫁给他。萧清燕脸色瞬间阴沉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疯狂，死死盯着我，说我别逼他，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问我到底嫁不嫁。我毫不犹豫说不嫁。萧清燕冷哼一声，转身对着门外喊道，让人把老夫人带下去好好照顾，若是我不肯回心转意，就不用让老夫人好过。我急忙哭喊，让他有事先冲我来，不要伤害母亲，说母亲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，让他快放了母亲。萧清燕转过身，带着得意和威胁说，只要我点头答应嫁给他，就立刻放了老夫人，还会好好待他，让他安享晚年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看着他眼中的威胁，心中充满痛苦绝望，知道他说到做到，为了母亲安全，只能暂时妥协，咬着牙说答应嫁给他，但要他立刻放了母亲，不准再伤害他分毫。萧清燕脸上露出得意笑容，对着门外喊道，把老夫人带上来，好好照顾，不准有任何怠慢。母亲被带上来，跑到我身边，拉着我的手，问我有没有事，指责我怎么能答应嫁给这个畜生。我强忍着泪水，挤出笑容说没事，只要母亲平安就好，嫁给谁都一样。母亲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愧疚心疼，泪水忍不住掉下来，说都是他连累了我。我扶着母亲坐下，轻轻拍着她的背，说这不怪他，都是萧清燕的错，只要她好好的就好。萧清燕看着我们母女情深的模样，露出满意笑容，说会让我成为最幸福的女人，7日之后会风风光光娶我过门，让全上京的人都羡慕我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，裴照也的声音带着焦急愤怒传来，问萧清燕把我和老夫人怎么样了，快把人交出来，否则就踏平亲王府。萧清燕脸色一变，急忙走到门口打开房门。裴照也带着一队士兵站在庭院里，手中拿着长剑，眼神锐利如刀，气势汹汹看着他。萧清燕怒视裴照也，质问他竟敢擅闯亲王府，不怕他奏请皇上治罪吗？裴照也冷笑说萧清燕私自绑架我和老夫人，逼迫我嫁给他，才是罪该万死，劝他乖乖把人交出来，否则就踏平亲王府，让他和亲王府一同陪葬。萧清燕看着裴照也身后的士兵，眼中闪过一丝畏惧，却强作镇定说亲王府不是他想撒野就能撒野的地方，让他乖乖离开，不要自讨苦吃。裴照也举起手中长剑，剑尖指向萧清燕，说要试试到底是亲王府厉害还是他的士兵厉害。双方剑拔弩张，气氛紧张到极点。就在这时，皇上的声音威严传来，让所有人住手。众人转头看去，皇上带着曹公公和一队皇宫侍卫快步走进来，神色严肃。萧清燕和裴照也看到皇上，都急忙跪下来恭敬参拜。皇上走到他们面前，脸色阴沉说他们可知罪？萧清燕私自绑架我和老夫人，逼迫我嫁给他，无视王法，是大罪。裴照也擅闯亲王府，意图谋反，扰乱治安，也是大罪。质问他们眼里还有没有朕和大庸律法。萧清燕急忙说冤枉，只是太喜欢我，一时糊涂才做出这样的事，没有逼迫我的意思，只是想娶我为妻，好好待我。皇上冷哼说知道他做的那些事，烧过国公为我准备的喜服，打骂我的丫鬟，绑架老夫人，用老夫人性命要挟我，桩桩件件都是他做的，说他太让人失望。裴照爷爷连忙说冤枉，只是担心我和老夫人的安全，一时情急才擅闯亲王府，没有谋反的意思，恳请皇上明察。皇上看了看裴照爷，又看了看我，语气缓和一些，问我到底想嫁给谁，是不是萧清燕逼迫我。我走到皇上面前，双膝跪地，重重磕了一个头，声音带着哽咽委屈，说真心想嫁给裴照爷，绝无半分勉强。萧清燕私自绑架我和母亲，用母亲性命逼迫我嫁给他，实属无奈才暂时答应，恳请皇上为我做主，严惩萧清燕，还我和母亲一个公道。皇上点了点头，脸色更加阴沉，对着萧清燕说听到了吗？
我根本不想嫁给他，让他不要再纠缠。念在他父亲生前为大庸立下赫赫战功，不追究他的罪责，但要他向我和老夫人道歉，保证以后不再打扰我们的生活，否则定不饶他。萧青燕脸色苍白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只能点头应允，转向我和母亲，不情不愿说对不起，之前是他不对，不该绑架我们，逼迫我嫁给他，以后不会再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我看着他，淡淡说希望他说到做到。皇上又对着裴兆也说，虽然他是担心我的安全，但擅闯亲王府也是事实，扰乱了王府秩序，罚他禁足3个月，在家好好反省，不得外出，不得再惹是生非。裴兆也点头应允，恭敬谢恩。皇上满意点头，说此事就此为止，7日之后会亲自为我和裴兆也主婚，送我出阁，让我风风光光嫁给裴兆也。我和裴兆也都对着皇上磕了个头，恭敬谢恩。离开亲王府后，我和母亲回到国公府，看着母亲平安无事，脸上的惊恐渐渐褪去，我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7日之后，我穿着母亲的旧喜服，在皇上的主持下嫁给了裴兆也。婚礼办得十分热闹，京中的世家公子、王公贵族和文武百官都来参加，送上祝福。萧青燕没有来，听说她自从那天之后就一直待在亲王府里闭门不出，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。裴兆也虽然看起来顽劣不堪，像个纨绔子弟，但对我却十分体贴照顾，事事都以我为先。他知道我喜欢花，就特意在将军府庭院里种满各种各样的花，一年四季花开不断。他知道我怀念父亲，就经常陪我去祭拜父亲，每次都会亲手为父亲献上最喜欢的酒和点心。他知道我害怕萧青燕再来找麻烦，就时时刻刻保护我，派了很多侍卫在将军府周围巡逻，确保我的安全。我也渐渐放下过去的阴影，开始享受眼前的幸福生活。有时候会想起上一世的自己，那个为了萧青燕蹉跎30年光阴，受尽委屈痛苦的傻女人，心中满是庆幸。幸好我重生了，幸好遇到了裴兆也。可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，萧青燕就再次找上门来，打破了这份宁静。那天我正在庭院里赏花，芝兰匆匆跑来，脸上满是不满和厌恶，说那个萧世子又来了，就在府门外，说有急事要见我，真是阴魂不散。我皱紧眉头，心中满是疑惑不满，他都已经答应皇上不再打扰我们的生活，怎么又来纠缠？可转念一想，他既然来了，若是不见，他说不定会在府门外大吵大闹，影响将军府的声誉。我叹了口气，让芝兰带他去客厅，我随后就到。芝兰不满说那个萧世子没安好心，肯定又想打什么坏主意，让我千万要小心。我点头说知道，会小心的。在芝兰的搀扶下，我慢慢走向客厅。刚走进客厅，就看到萧青燕焦急地站在中央，来回踱步，脸上满是焦急不安。看到我进来，她立刻快步走上前，眼中满是恳求。她说燕儿伤势加重，高烧不退，昏迷不醒。太医说只有我的金灵伞能够救他，求我把金灵伞给他，救救他。说知道之前是他对不起我，知道我恨他，但燕儿是无辜的，快不行了，只有我能救他，求我发发善心，把金灵伞给他，他欠我的，以后一定会加倍偿还。我拉起衣袖，露出手臂上狰狞的伤痕，那是上一世被流寇砍伤，这一世又被他派来的人鞭打留下的疤痕，至今还没有完全愈合。萧青燕看到我的伤痕，眼中闪过一丝愧疚，眼神躲闪，不敢与我对视，却还是硬着头皮，语气生硬恳求。芝兰在一旁委屈说，苏雨嫣不过是挨了一鞭，破了点皮，哪里有那么严重，说我的伤势比她严重100倍不止，身上的鞭伤、刀伤至今还在隐隐作痛，更何况金灵伞只有1瓶，是老夫人特意为我寻来的疗伤圣药，给了苏雨嫣，我怎么办？我的伤还没好。萧青燕看着我脖子上和手臂上的伤痕，脸色更加苍白，眼中的愧疚更深，却还是鼓起勇气，语气带着恳求，说就当是她求我，只要能救嫣儿，让她做什么都可以，她可以给我磕头认错，只要我肯把金灵伞给她。我看着她卑微的模样，心中只剩漠然。上一世我为她付出那么多，为她守寡30年，受尽冷眼委屈，换来的却是她的背叛厌恶。这一世她为了苏雨嫣，竟然能放下骄傲尊严，向我下跪求情，真是讽刺。我冷冷说，这就是她求人的态度。她伤害了我和我的家人，毁了我父亲的遗物，现在却想让我救她的心上人，问她觉得可能吗？萧青燕愣了一下，犹豫片刻，突然双腿一弯，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，膝盖落地发出沉闷声响，眼神坚定说，只要能救嫣儿，她可以跪到我满意为止，无论我让她做什么都愿意。我看着她跪在地上的模样，心中没有丝毫动容，反而觉得更加可笑。我淡淡说，让她便一直跪着吧。说完转身离开了客厅，不再看她一眼。回到庭院，看着满园鲜花，心中却没有了刚才的愉悦。萧青燕的出现再次勾起了我心中的伤痛和愤怒。1天后，丫鬟来报说，萧青燕已经在客厅外跪了1天1夜，水米未进，脸色苍白，看起来十分虚弱，但依旧不肯离开，坚持要等我回心转意。丫鬟还递上一个木盒，说是裴兆也昨天送来的，他来看过我，见我在休息，就把木盒留下了，让丫鬟转交给我。我打开木盒，里面是一株罕见的草药，叶片翠绿，散发着淡淡清香。芝兰凑过来一看，惊讶说，这是卷柏草，传说中生于东山悬崖之上的祛疤神药，极为罕见，对疤痕有奇效，能够淡化甚至消除疤痕。说少将军竟然为我找到了这种草药，真是太用心了。我抚摸着那株卷柏草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能想象到裴兆也为了采摘这株草药，一定历经了千辛万苦，甚至可能冒着生命危险。他总是这样默默为我付出，却从不宣扬。我想起昨天裴兆也来看我，
我却因为心情不好没有见他，心中满是愧疚，决定等萧清燕走了，就去找裴少爷好好谢谢他。没过多久，芝兰又来报说萧清燕已经支撑不住，晕倒在了客厅外，被他的侍从抬走了。临走前，他让侍从把金铃伞带走了，想来是我昨天离开后，丫鬟把金铃伞给他了。我没有说话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萧清燕为了苏雨嫣，真的可以付出一切，可惜这份深情用错了地方，也伤害了太多人。3日后，皇宫大殿之上人头攒动，文武百官、王公贵族齐聚一堂。今日是我和裴少爷正式举行婚礼，昭告天下的日子。我身着大红喜服，缓缓走来，喜服上绣着精美的龙凤呈祥图案，金线闪耀。林江淮与陈望金站在人群中，低声议论着，说我连祖传的圣药金铃伞都给了萧清燕，定然是对萧清燕旧情难忘，选裴少爷只是权宜之计，心中真正爱的还是萧清燕。我听到他们的议论，心中没有丝毫波澜。皇上坐在龙椅上，笑着说吉时已到，揭开婚书，昭告天下。就在此时，大殿的门突然被推开，萧清燕一身白衣，快步走了进来，脸上满是决绝和愤怒，高声喊道：皇上，他要拒婚，就算抗旨削爵，被贬为平民，也绝对不会娶我为妻。大殿内顿时一片哗然，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萧清燕，议论声此起彼伏。皇上皱紧眉头，语气带着不满和惊讶，说萧清燕身为亲王世子，应该清楚拒婚的后果，我自幼钟情于他，他若公然拒婚，会让我沦为天下人的笑柄，即便如此，他也不肯娶我吗？萧清燕坚定说，皇上明鉴，他的毕生所爱另有其人，此生非他不娶，绝无可能娶我为妻。话音刚落，苏雨嫣也跟着走进大殿，穿着一身粉色衣裙，看起来楚楚可怜，走到萧清燕身边，双膝跪地，对着皇上行礼，说他与清燕哥哥真心相爱，情投意合，还请皇上成全。林江淮和陈望金惊讶对视一眼，交头接耳之声四起，大殿内更加混乱。有人说新郎竟然带了另一个女人到场，太不像话了。有人说皇上赐婚，他竟然当众拒婚，还带了别的女人来，简直目无王法。还有人说，看来我选裴将军是对的，萧世子根本不值得我爱。裴少爷站在我身边，担忧地看向我，我对他摇了摇头，示意他我没事。我早就料到萧清燕不会这么轻易罢休，他今日来拒婚，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萧清燕看着我，眼中满是失望和不屑，说我这些天处处与嫣儿作对，抢他的喜服，害他受伤，不就是想和他争一个位置吗？说我们都知道婚书上写的是他的名字，我何必还在皇上面前故弄玄虚，欺骗大家，也欺骗自己。皇上一拍桌子，语气带着威严说，够了，这是我的终身大事，一切都要听我的决断，问我怎么看。我拱手对皇上行了一礼，语气平静却坚定，说但凭婚书为证。皇上点了点头，说好，那就让他们看看我到底选了谁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张盖着黄布的婚书上。萧清燕得意地望向众人，脸上带着胜券在握的笑容，他以为婚书上一定是他的名字。曹公公走上前，缓缓揭开了婚书上的黄布。当黄布落下，婚书上的名字清晰展现在众人面前时，大殿内瞬间安静下来，紧接着便是更加剧烈的哗然。林江淮难以置信地大喊，婚书上怎么是裴少爷的名字？这不可能！萧清燕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像纸一样。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婚书，身体微微颤抖，说这怎么可能？婚书上怎么会是裴少爷的名字？一定是大家搞错了。陈望金也一脸震惊，喃喃自语说，难道我想嫁的人从一开始就是裴少爷？他们都猜错了。裴少爷也被这份突如其来的惊喜冲昏了头脑，他恍然看向我，眼中满是惊讶、狂喜和不敢置信。我看着众人震惊的表情，朗声说道，婚书为证，我的选择从来都是裴少爷。我转头看向萧清燕，眼神冰冷，没有丝毫温度，说现在他知道我要嫁的人是谁了。萧清燕气急败坏地冲上前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，眼中满是疯狂和不甘，说我又在玩什么把戏？婚书上怎么会是裴少爷的呢？我明明自幼钟情于他，怎么可能选裴少爷这个纨绔？我用力挣脱他的束缚，手腕被捏得生疼，却依旧挺直脊背，说为什么不能是裴少爷？我早就说过不会选他。萧清燕从来都不懂，我要的从来不是什么世子夫人的尊荣，而是一份真心相待的情谊，这些他从未给过我，裴少爷却给了。裴少爷上前一步，将我护在身后，眼神冰冷地看向萧清燕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警告，说我是他的人，萧清燕若再敢动我一根手指，休怪他不客气。萧清燕被裴少爷的气势震慑，却依旧不肯罢休。他看着我，语气带着几分自欺欺人，说我是在赌气，就因为他之前拒绝了我，我就故意选裴少爷来羞辱他，说就算我嫁给了裴少爷，他也不会放弃。我冷笑说，萧清燕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上一世我为他守寡30年，跪遍天下寺庙为他超度，换来的却是他与苏雨嫣归隐山林，做了30年神仙眷侣。我在亲王府受尽冷眼，为他守节尽孝，他却怪我逼他赐婚，让苏雨嫣受了委屈。这一世我好不容易摆脱他的阴影，只想和裴少爷好好过日子，他凭什么还来纠缠？我的话像一把利刃，狠狠扎进萧清燕的心里。他脸色更加苍白，眼神闪烁，显然是被我说中了心事，却依旧嘴硬，说那都是误会。当年若不是我求皇上赐婚，他怎会落到那般境地？说我明明知道他爱的是嫣儿，却非要横刀夺爱。我怒极反笑，说我何时横刀夺爱了？他与苏雨嫣暗通款曲，却从未对我坦诚半分。我父亲生前与亲王府有婚约之约，皇上赐婚，
我何错之有？他不想娶我，大可光明正大的拒婚，何必假死脱身，让我背负克夫之名，守着一场空婚，蹉跎半生。大殿内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被我们的对话震惊。大臣们窃窃私语，看向萧清燕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不满。皇上脸色阴沉，显然是没想到萧清燕竟然做过如此荒唐之事。皇上一拍龙椅，厉声说道：“萧清燕可知罪？假死脱身，欺瞒朝廷，让我为她守寡30年，受尽委屈，此乃大罪。若不是我重生，朕至今还被蒙在鼓里。”萧清燕脸色惨白，双腿一软，几乎要跪倒在地，说：“皇上，他知错了。”皇上怒视着他，说：“他错得离谱，念在他父亲的面子上，饶他一次。从今往后，不准他再纠缠我和裴少爷，否则定严惩不贷。”说完，皇上转头看向我和裴少爷，语气缓和了许多，说：“今日便将我们的喜事昭告天下，谁敢再有异议，便是与朕为敌。”曹公公高声喊道：“皇上有旨，镇国大将军之子裴少爷与国公府嫡女顾时熙情投意合，今日喜结连理，昭告天下。”钦此。众大臣纷纷跪倒在地，齐声喊道：“恭贺新人，喜结连理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裴少爷牵起我的手，掌心温暖而有力。他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深情，说：“以性命起誓，此生绝不负我。”我看着他，心中满是温暖和感动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信他。”萧清燕看着我们相握的手，脸色铁青，却终究不敢再发作。离开皇宫时，萧清燕拦住了我们，她看着我，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，有不甘，有悔恨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。她伸出手，指尖颤抖着想要触碰我的衣袖。裴少爷立刻侧身挡在我身前，抬手打开他的手腕，力道不大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距离感。萧清燕踉跄着后退半步，手背泛红，眼中的光一点点暗淡下去。我看着他鬓角悄然冒出的几缕白发，想起上一世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如今却落得这般狼狈，心中没有怜悯，只有释然。我后退一步，与裴少爷并肩而立，抬手握住裴少爷的手，掌心的温度安稳而坚定。我摇了摇头，动作缓慢却决绝，告诉他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我现在的日子很好，不需要任何打扰。裴少爷握紧我的手，目光冷冽地看向萧清燕，说：“再纠缠不休，便休怪他不客气。”就在这时，苏雨嫣气喘吁吁地跑来，发髻散乱，裙摆沾着泥土，显然是一路追来。她抓住萧清燕的胳膊，哭喊着让她跟自己回去，说不能丢了她和孩子。萧清燕猛地甩开他的手，眼神冰冷如霜，问他孩子到底是谁的。苏雨嫣脸色瞬间煞白，后退2步，眼神躲闪，说：“当然是他的。”萧清燕突然抬手，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力道之大让他摔倒在地，嘴角渗出血丝。他指着他，声音嘶哑，说：“那日滴血验亲的结果他早已知晓，他腹中孩子根本不是他的，不过是他用来捆绑他的筹码。”围观的人群发出惊呼，指指点点的声音越来越大。裴少爷反手扣住他的手腕，将他按在地上，吩咐随行的侍卫将他带走，交给官府处置。萧清燕看着苏雨嫣被押走的背影，眼中最后一点光亮也熄灭了。他没有再看我，转身一步步离开，背影佝偻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，像一株被霜打枯的草。我和裴少爷没有多做停留，转身登上马车，回了将军府。马车行驶平稳，裴少爷轻轻揉着我被萧清燕抓过的手腕，问我疼不疼。我摇摇头，靠在他肩头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墨香和硝烟味，心中一片安宁。本以为此事就此了结，可没过半月，京中就传出谣言，说我当年为了嫁给裴少爷，设计陷害萧清燕，逼死苏雨嫣腹中胎儿，手段毒辣。谣言越传越烈，甚至有人堵在将军府门口谩骂，扔石头和烂菜叶。裴少爷气得要出去理论，被我拦住。我让芝兰收集谣言的源头，很快查到是苏雨嫣在狱中买通狱卒，向外散播的谎言。他还说我手中有当年他冒充我跳舞的证据，要在公堂之上揭穿我鸠占鹊巢的真面目。公审那日，大堂外人山人海，苏雨嫣穿着囚服，头发凌乱，却眼神疯狂，一口咬定我当年故意让他捡到面纱，设计让他与萧清燕相识，后来又反悔，抢走萧清燕，如今还想赶尽杀绝。他要求我当场再跳青鸾逐月舞，说若是我真会跳，才证明我不是冒牌货。众人哗然，纷纷看向我。裴少爷站在我身边，低声说：“不愿跳便不跳，他会想办法。”我摇了摇头，走到大堂中央，示意县令传乐师。音乐响起，我抬手起舞，没有华丽的服饰，没有精致的妆容，可随着我的动作，窗外突然飞来数十只蝴蝶，环绕在我身边，翅膀扇动的声音与乐声相合。我的舞步轻盈，转身、跳跃、旋身，每一个动作都流畅自然，带着当年的灵动与洒脱。一曲舞毕，蝴蝶久久不肯散去，众人鸦雀无声，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苏雨嫣呆呆地看着我，脸色惨白，嘴里喃喃着不可能。这时，当年亲王府的老管家被裴少爷请来，他走上前，拿出一枚玉佩，说这是当年我跳舞时不慎遗落的，并非面纱。苏雨嫣当年捡到的面纱，不过是他自己仿制的假货。老管家还说，当年他亲眼看到苏雨嫣偷偷模仿我的舞姿，却始终不得要领。证据确凿，苏雨嫣再也无法狡辩，瘫坐在地上。县令宣判，苏雨嫣造谣诽谤，诬陷良人，判处流放3000里，永不得回京。消息传到萧清燕耳中时，他已经变卖了亲王府的大部分家产，独自一人去了城郊的寺庙，剃度为僧，法号了尘。有人说他每日诵经念佛，只为赎罪，可再也没有见过他笑过。
日子渐渐恢复平静。裴兆也被皇上派去边疆练兵，临走前，他紧紧抱着我说，等他回来就带我去江南看我最爱的桃花。我送他到城门口，看着他骑上战马，身影渐渐消失在尘土中，心中满是牵挂，却不再有上一世的惶恐。他在边疆的日子，时常寄信回来，字里行间都是思念，说边疆的风沙大，却不及我在他心中的分量。说看到边疆的孩童，就想起我们将来的孩子，要像我一样温婉，像他一样勇敢。半年后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芝兰欣喜若狂，连忙写信告知裴兆也。没过多久，就传来裴兆也大败匈奴的消息，他被皇上封为镇国大将军，即刻班师回朝。回京那日，我挺着微微隆起的小腹，站在城门口等他。远远看到那支熟悉的军队，为首的裴兆也一身银甲，身姿挺拔，看到我时，眼中瞬间迸发出炽热的光芒。他催马快步上前，翻身下马，小心翼翼地将我搂进怀里，动作轻柔，仿佛怕碰碎了1岁的珍宝。他低头看着我的小腹，声音哽咽，说他要当爹了。我笑着点头，泪水却忍不住滑落，滴在他的铠甲上，晕开一小片湿痕。回到将军府，裴兆也推掉了所有宴请，整日陪在我身边，为我读诗，为我揉腿，甚至笨拙地学着煲汤，烫得手指发红也不肯放弃。芝兰打趣说，少将军以前连茶杯都懒得端，如今却成了个居家好夫君。10个月后，我顺利生下一个儿子，眉眼像极了裴兆也，一双眼睛明亮有神。裴兆也抱着孩子，笑得合不拢嘴，给孩子取名裴念安，愿他一生平安顺遂，无忧无虑。皇上亲自来看望，封念安为定远侯世子，赏赐了无数珍宝。将军府张灯结彩，热闹了整整3日。念安周岁那日，宾客迎门，有人提起萧清燕，说他在寺庙里潜心修行。去年边疆大旱，他捐出了所有积蓄，救济灾民，得了不少善名。我听着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怀里咿呀学语的念安和身边温柔看着我的裴兆也，心中一片圆满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念安渐渐长大，活泼好动，最喜欢缠着裴兆也练剑，也喜欢听我讲当年的故事，却从不会追问那些不愉快的细节。裴兆也依旧是那个护妻爱子的大将军，朝堂之上直言敢谏，家中却是个温柔体贴的夫君和父亲。我偶尔会想起上一世的自己，那个在深宅大院里耗尽青春的可怜人，心中只剩庆幸。若不是重生，我或许永远困在那段错误的感情里，看不到阳光，得不到幸福。3年后，我们举家搬去江南，裴兆也请辞了大将军之职，只想陪着我和念安过安稳日子。裴兆也牵着我的手，念安跑在前面，追着蝴蝶嬉笑。路过一座寺庙时，我们进去上香，远远看到一个扫地的僧人，身形佝偻，眉眼间有熟悉的轮廓，正是萧清燕。他看到我们，愣了一下，随即双手合十，躬身行礼，没有多言，转身继续扫地，动作缓慢而平静。我和裴兆也回了一礼，没有上前打扰。我知道这一世我真的选对了人，走对了路，再也不会重蹈上一世的覆辙。往后余生，春看桃花，夏听蝉鸣，秋赏明月，冬观落雪，身边有他，有孩子，便是人间最圆满的光景。念安渐渐长成少年，文武双全，品性端正，深得皇上喜爱，时常被召入宫中伴读。裴兆也依旧会陪我去祭拜父亲，站在父亲的墓前，他总会认真地说，定会护我一生周全，不负他的托付。苏雨嫣在流放途中染了重病，不久便去世了。消息传来时，我没有太多情绪，只是让芝兰烧了些纸钱，算是了结了这段孽缘。萧清燕依旧在寺庙修行，后来京中瘟疫，她主动下山救治病人，染上疫病，痊愈后便闭门不出，潜心钻研医术，成了远近闻名的医诊僧人。有人说他是在赎罪，可我知道有些错一旦犯下，再怎么赎罪也无法挽回逝去的时光。又是一年桃花开，裴兆也在桃林里为我建了一座小亭，取名夕照亭。裴兆也低头吻了吻我的额头，说此生有我便是圆满。我笑着回应，此生有他才是真正的圆满。我知道这一世我再也不会做望门妇，只做裴兆也一生疼爱的妻，做念安一生依赖的母亲，在江南的烟雨里，在桃花的芬芳中安稳度过余